中医馆。中医我超级感兴趣，我爸是因为他卖保险，所以对这种医学啊都要研究是吧？岐黄院，探索一下。你好，哎呦，熟人，你还会当医生呢？啊，你闹呢？我全程陪诊。Hello，你热到麦飞出来了已经。好，我刚刚在做一些古法的养生操，哦，就每天早上起来这样提踵，然后让它提升精气。哦是吗提神。八段锦的一节嘛。哇，对对对，一进来就有知识了。我们这知识很多。来，我们进来看，进来看。好。我们岐黄院的入口。哇，大医精神。哇哦，孙思邈，你们两个也看不了。哎，我看懂，大不能产生推脱和摆架子的想法。一，来，各位里面请，里面请。哇，程炫哥、小九其实从小生活在国外嘛，然后我不知道你们对于中医的了解程度会是什么样。我认为我了解的中医可能会比很多的中国人了解的中医还深。毕竟生活了这么多年了。我在这里已经17年了，针灸、八卦、刮痧，什么有湿气、伤火这些东西我都挑战过。挑战。问一下大家，体检你们现在是多久做一次？我刚做完半年前。半年前，差不多5年前吧。哦，对，我是2年前做的，今年还没有做过。对，但我明显觉得过了40以后，觉得很容易，就是有一点累容易累。我过了20岁就是这样的感受。网上不是说男人25了就60了？没有，我们之所以聊这个话题，是因为有一个数据说，63.6%的18到35岁的青年是害怕看体检报告的。会的，那肯定还是的。会，肯定会。别说年轻人，我团队都不敢去体检。他们会说现在没发现就感觉没有，就是偷着快乐一天是一天。有点像鸵鸟心态，就是我只要回避，应该就没事儿。来自于欧洲预防心脏病学期刊显示，由于代谢健康的恶化、不良的生活方式和习惯，现代年轻人比上一代人提前衰老了整整15年。哇！未老先衰成为了一代人的一个真实写照。很多人就有着30岁的年龄，40岁的身体。所以这期节目的主题叫做“如何防治未老先衰”。本节目由修正药业联合冠名播出，补肾活血、温经止痛、修正牌木结胶囊。我爱上班，我爱上班。我爱上班。Hello， 你怎么那么早啊？居然跑那么早过来学习，太强了！卷，都给我卷起来！卷起来，大家！我来，谢谢。就是我收到了王哥的消息，然后大家现在呢独自依次单独去大论堂。单人任务，听的一瞬间，我的后背麻了一下。走了，Go。Hello，请坐。好的，谢谢。
我们可以先笑5分钟，没关系。你怎么笑得那么开心，笑得我心里发毛？因为这种为难人的事情，我就很喜欢做。吓死我了！好，我们现在我会给你一张空白的纸条，请在这张纸上写出2个名字，是你觉得。好了，不是。一语前兆。哇，好难哦。好，我来看看。哇，坏人来了！啊，来了，坏人，坏人都让我当了。好，我们刚才呢进行了这个最努力学徒的投票。其实这件事情是今日的带教导师特意嘱咐的一个小环节。经过大家的投票，选出的2位最努力学徒就是我们的赵乐怡和阿一。谢谢大家。乐怡的话，她一直都在打开她的笔记本，上面都是密密麻麻的网页，然后一直都在学习。就是在没有摄像头的地方，她依然是这样。啊，乐怡太好了，刚好你。赵乐怡她自己有很多事情要忙，她利用了非常多空闲的时间，一直在学习。乐怡就是每次我们考完试的时候，大家可能还沉浸在考试排名啊什么当中，然后乐怡就能马上投入状态去复习。哎，你还在复习吗？我感觉你好认真，做了很多笔记。就是我喜欢做好准备，然后再去应对老师的一些问题，然后面对患者，然后怎么样，就是我要问诊技巧。阿姨，我看到他那个小本上面，他有一个小本，然后上面密密麻麻都是他做的一些笔记，就是他贴了很多便利签。不管我们说什么，他都会记下来。阿姨每一次抬头看他，就不管是在办公室还是在寝室，反正每次我只要看到他，他就是在看书。天黑了我都不想下班。你可以多跟我们讨论，比如说最简单的，我们晚上回宿舍，你可以拿我做一个病例。我记得特别清楚，有一天早上起来之后，我迷迷糊糊看见，就是他在那儿，就是已经很早起来，然后就拿着书在那儿看。所以他真的是很努力的人，阿一的经历很特别，她能够从新疆考到内高班，她是以第2名的成绩上去的。就从小深受民族文化的熏陶，其实对中医是有着深厚的情感。就学习的过程中，以后我回到我的家乡或者需要的地方，在医疗设备不足的条件下，就是用我的医术，看能不能解决一些问题。我想成为一名能够守护家乡的中医。谢谢大家的认可，谢谢。我看。那么选出来了之后有什么奖励呢？说是奖励，但有些人可能会紧张的，那就是今天的带队队长。你们2位呢就会直接成为今天的考核的队长了啊，2队。谢谢大家对我的认可，再接再厉，不负众望。我当时觉得，怎么会这样？但是就这么确定了，那我就要做好这个身份该做的事儿。我当时就立马又转变了我的这个观念，我要加油了。那么接下来我要公布一下今日的考核规则。今天的考核呢将采取团战的方式，每组3个人同分同命运。整个组是1个分数，没有高低之分了，所以很注重这个团队的协作。考核表现更优秀的组3个人都能获得5个药材。
而表现较差一些的组3个人都无法获得药材。一点药都没有。对，没有药，好刺激呀、刺激哈。好，然后你们2个人呢，作为队长需要各带一队。现在交给你们的第一个任务就是选择你们的队友。你们需要就如何分组达成一致，所有决定都在你们2位队长手里。选谁做你的队友至关重要。求你，阿一先选吧。我觉得上次跟你 PK 了，我想这次当你的队友可以吗，阿姨？可以，我要就王玉吧。好，先选王玉。猫抓草哈。好。猫抓草。我觉得他可能没想到我会去选他，我会比较担心阿姨，知道他非常的焦虑，也挺能够共情他的这样的一个阶段的想法，所以我就毫不犹豫的选组队的话啊，我就要跟阿姨一组。我选我边上的眼镜吧，因为上回就是当对手了嘛，这回来一回队友。好，我很想跟你组队，你为啥不选我啊？我选我边上的眼镜吧，这回来一回队友。好，那阿姨来。好难选啊。要不王涵，哎，pick我吗？那小白我就要走了，我不给啊！你不给啊？2个人抢小白，还争起来了。这样啊，乐怡可以先说想选小白的原因。因为这是我们职院校师妹，就是一个学校的师妹。这是他的原因，你呢？因为平时跟小白也比较就是接近，然后跟他聊的也比较多，然后我也比较了解他的一些治疗手法，然后我觉得我们刚好可以一起互补。哦，好，那么选择权就交到了我们急性子白松岩手上了。看着我的眼睛，说你选谁？我选阿一吧。好，我选阿一吧。就是从以往的表现来说的话，可能大家都觉得严静和乐怡这2个实力最强的人，他们在一起，谁跟他们在一起肯定更保险。但是阿一都已经就是也说了要选择我，阿一本来就是最小，然后我就想着我也许可以，在这个团队里面就是扮演不一样的角色。那个姐，你这班已经这么强了，不差我这一苗，不如我跟阿一来一把。我俩草就少，来，咱仨草都少。哎，是吧？就是前3和后3。哇，真的哎。所以其实是第3次考核的前3名组成了一组啊，对，然后后3名组成了一组，对。哇，玩好大啊！今天我们这把就来把大的。那这样吧，2名队长互相放个狠话怎么样？那我们就不负对方队友给我们的期望，我们就把我们的这个5个药材拿到手。不要等你们拿到再说吧。等你们拿到再说吧。同组同命运嘛，我们3个都是分数最少的，我们要加油了，非常的紧张，非常的急迫，非常的焦虑。感觉这把稳了。我觉得在这个团队里不赢，好像有点说不太过去。我觉得大家都有自己擅长的点，谁来我都非常欢迎。然后谁在对面，我也都努力的，我们一起去解决，去比拼。我好有压力啊！但是队长了，那我就要把队长的事儿做该做好，就是至少我们不要落后啊，不要落后就是赢了。加油！好，加油！哎呦！欢迎哥哥们来到由修正药业联合冠名播出的《初入职场中医季》，欢迎大家。大家好，今天邀请到了4位来到了这里，就是既为这个看病的这种样本，同时呢也解决你们真实的这种诉求需要。
我感觉我会有病。这个话在这里说是很合理的。让我们有请今天的带教导师。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中国中医药领军人才、岐黄学者，国家重点学科、重点专科学术带头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金箍脏腑推拿代表性传承人，号称金手一推百病消的王金贵老师。从事中医已经37个年头了，推拿是最早的医疗行为，恰恰又是腹部推拿。它是最早的医疗行为，脏腑推拿用推即是用药。如何把方药、针灸与推拿结合在一起，真正做到内外兼治、杂合以治，更好地为患者解除各种痛苦。欢迎王老师！王老师好，你们好，你们好，王老师好，你好，你好，你好，王老师好，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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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都是帅男啊！哎呀，今天帅哥开会，欢迎帅气的王老师。来，王老师您中间请。Nice， 见到你们很高兴，关键很养眼，你们啊，养眼就是养肝。我现在感觉肝很顺畅啊。是，怪不得我每次和你们录节目，我肝都很顺畅一些。原来是有这样的道理。您刚刚也说了，各位很养眼啊。但是站在中医这个望诊的角度，您现在一眼望过去的时候。您感觉每个人是大概有什么样的情况？把刘海掀开。老师，但是我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很好奇，我的颜色这里是粉嫩的，但是这里是黄的，就是我真的很担心这个点。说明你脾虚，本色出来了。本色真的哇！出来了。你看他们俩的底色，他发白。他脸色发黄，你说这个脸色发白跟什么有关了？跟肺有关了，肯定肺系出现虚症了。那什么颜色是没问题的颜色？哦，对，就健康的颜色应该是红润微黄。对我们中国人来讲啊，这个离得近看得清，你来做，你个儿太高了，我要看你的仰视啊，这样能直接看到。好乖巧，怎么这么害羞的样子呢？好紧张，感觉不要紧张，戳穿很多秘密。你的身体往前坐一下，往前坐一些。你屁股往前，不要拉蹬子。什么都好，这上面搞。蹬子，对。好，坐直，挺起来。我们先看他身体的形态。中医讲肾开窍于耳啊，肝开窍于目啊，是都要看的。眼睛往那边看，对，我要看你的白经。有没有看他的2个鱼际情况？来，你伸舌，看看你的踝关节。脚接触地的运动不多。可能打篮球会。好，可以了。好，谢谢。小罗啊，从这个望诊的情况来看啊，脊柱运动系统多少有一些退行性问题。比如说了，你现在40岁了，可能你现在他32啊。应该30岁了，你应该30岁了，可能你到了可能35、40岁的这种骨关节的结构和年龄不太相符。这个不是不可逆的，运动系统可以讲啊，应该得加强了，加强保养了。我们平常生活中注意啊，饮食起居注意啊，防止它进一步的蜕变。我觉得老师说的比较恰中要害吧，我感觉他很厉害，就是。刚刚老师也是进行了一个很简单的望诊，但是的确就是望闻问切，它是一个综合的一个看诊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其实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们时常会拆解开来，然后来让学徒们进行考验。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邀请学徒来望、问。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会有很多的问题问各位，但是大家就根据真实的情况来问作答。走吧。紧张。冲！小组员，害怕。好，来了，
嗨 ，Hello， 哎，博远，这位是静轩。你好，你好，郑哥，你好，你好，你好。 Hello， 静轩。你好。哎，这是王老师。你好，你好，你好，你好。那这个是王老师，是那个天津中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天津中药大学副院长。我之前有了解过筋骨脏腑推拿，因为它是推拿流派里面非常有名的一个流派。然后王老师他又是这个流派里面很有名的大家，他在众多这种推拿手法中，真的是独树一帜，很厉害，很厉害。哇，这个都是靓丽的年轻人啊！是，你们是先挑的颜值选拔的时候，还是完全没看颜值？是专业，纯专业，纯专业啊！老师太幽默了，天津人的这个。那王老师，我也是完成了您的嘱托哈，我给您介绍一下，我们这边已经分成了2组。本节目由修正药业联合冠名播出，专业良心，买药认准修正。我们先说说主题吧啊，我们的主题是什么呢？如何防治未老先衰？现在好多的老年性疾病年轻化，特别是老年容易得的一些退行性病变，这个腰膝颈的疾病，年轻人居多，甚至包括一些代谢病。我们常见的三高，过去都是老年人的一个标签儿。现在40岁左右的年轻人达到了将近1/3。我血脂高，比现在还高吗？高。这个三高从某种程度上标志着我们年轻人是否衰老啊，一个重要的一个指标。那么今天呢，我们要从3个方面给助力团全体进行体检自测。您把您的中指给我就行。好的。评估一下他们这个年龄是否有患老年慢性病的风险，并给出健康管理方案。再有一个需要注意的是，我们2组3人同分同命运，所以相互之间的配合非常重要。表现较好的一组将优先选择下午的汇报顺序。望着问着，不管怎么样，我们速度快一点，干净利索，速度快一点。毕竟团队嘛，一定是我们3个把力使在同一个方向，我们才能会打得更好。你分，你们想是哪个？因为上午主要是问诊，下午才是治疗，所以上午我主要考虑的是他们觉得自己对什么方向更擅长，那就上。那在开始之前，我们先请4位哥哥们阐述一下你们大概的数据情况。我的血压是高压118，低压81，血糖是5.5，甘油三酯是1.93。我叫李承炫，我这个第一项是103和66，第2项是4.5，血糖是4.5。总胆固醇。总胆固醇 TC 是2.75，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HDL 是1.07，甘油三酯 TG 是0.9，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LDL 是1.26。好，说了个相声。我是博远，32岁，我的血压是高的这边是93，需要帮你念吗？低的这边是59，然后血糖是4.8，MMO 是伴奏的意思，脉搏是63。哎，我是高清晨，26岁，我血压是133/74，我的血脂，我的总胆固醇。TC 是5.51，中文课堂。他们的血压都正常。他们那个血脂有没有人是异常的？有，高清晨异常。他是高了，高了3.2是吧？咱们先讨论好谁的数值是不正常的，直接总结。对。那好，我这个血糖血脂里是高清晨，他其实没超，但是快超了。他最明显，他那个高压高。是。哇，他那个好高啊，5点多。
你吃的那么健康，为什么这么高啊？对，我就是今天来讨论的。据我所知是遗传，因为我家里都有。你是不是在各个那个吃的健康都是装的呀？都是在我控制，然后就回去就哥，别说真的，假装健康的，在家里。咱们现在4位的这样的三高数据已经出现了，然后接下来咱们就一项一项的测试开始展开。第一个项目我们要测试的是脑血管风险的问题。脑卒中俗称是中风，它是一种急性的脑血管疾病。根据23年中国脑卒中防治报告显示，我国每年新增脑卒中患者超300万，其中18到45岁年轻人占比已经达到了5%到10%，并且发病率以每年8.7%的速度在不断的增长。实际这个脑卒中的风险无处不在。首先，刚才提到了我们为什么要对三高进行测试，它都引起我们脑卒中啊，比如血压急剧上升，突然倒了，突然间事物不清了，这种情况下，有的时候怎么办？我们采取10宣放血的方式。对，10个手指头，10个手指的手指端部，如果我们手底下没有针，我们就可以用平常那个缝线的针啊、大头针都可以，拿火烧一下。把它然后擦干净，一定为了救命，让我们10个手指都扎破，我们要让它出血，再及时送医。再一个，我们这个所有的关节，特别是手关节的灵活度，中医它有这么一个理论，他说柱筋啊节属于节，柱节节属于脑，这个明白吗？所有的经络属于关节，所有的关节属于大脑。是这个意思。双手和大脑都是连着的意思。对。就是这样，所有的经络属于你的关节，所有的关节来自于你的大脑。我没听懂。没关系，中文很难，我知道。人有2件宝啊，双手和大脑，为什么给它结合在一起啊？是吧？手灵活就是脑灵活。是的，所以接下来的这个环节就是来测试大家的反应力。我们挑选了大家在家里就能自测的简单方法。这个实验通过手指抓握的准确性来测试我们大脑的协调能力是否有衰退迹象。你小于等于20厘米，代表脑血管风险比较低；21到35厘米代表你的脑血管风险一般；36到50厘米建议监测血压、血脂了。如果大于50厘米，那就建议去医院检查了。再见了。50厘米不就是抓不住吗？对哦。对，来，你们谁先来呢？你们先来，你们先来。小九先来吗？来，这是哪个手？还是这样？还是这样？对。然后我们会重复3次，取一个平均值，取一个中间值啊。他只要一松手，你就抓住。在干嘛？等一下紧张了，等一下紧张了。你抓住这个尺子就。OK， 就是会随机放。OK， 就有些时候可能。OK， 好紧张。有些时候可能。快一点了啦！快一点了啦！没有，就是要看你的反应。OK。好。干什么？没有。你要看清楚刻度啊。哇！看数字，16，是有问题了吗？没有问题。刚才把16。妈呀！我现在心率都130了。哦，那我跟你道歉，来，准备好第2次啊！准备好了吗？好的。要做几次？3次。18、17，平均值17。脑血管风险比较低。谢谢，太棒了。OK， 多叶来了，准备好那个救护车吧，他可能50以上。
你也不要这样，你一点不跟我交流也不行。完了，完了！50厘米不就是抓不住吗？抓不住吗？抓不住吗？完了！救护车，送走。救护车，我说啥了？我要看，我真的要看你吗？你就看尺子就好。你应该要集中。那重来。22、20。脑血管风险低，但是到了临界值了。我们聊天都可以，但是我眼睛聊天是吧？离开它就好了。对。那你现在喜欢吃辣的还是喜欢吃？我辣的，我口味很重。我就是因为你自己的原因还是他的原因？因为他的原因我学到了。16、15。哦。14。哇，厉害了！平均值15。哇，程夏哥是现在最快的。来了，来吧，来吧，来吧。28。还好，还好了，还好。没吃 ，It's OK。没吃早饭，没吃早饭，没吃早饭。OK 的。多少？好像更差了。33。没事。OK 的。你看这个就很好啊，12。哦。平均值24。脑血管风险一般的。一般的。这个就是我们刚刚参与的这个数字。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望诊加问诊的环节，请2队每队派1位代表进行提问，每位学徒代表是3分钟的时间。哇，你这个是不是太为难他们？给他们充分的时间看一看呢？我们都来了。因为这是一个考核，轩哥。哦，我们问诊为什么限定时间？因为他们都是亚健康，所以我们要最短的时间内一下子把他的亚健康的状态提炼出来。好。那个飞贼他是 rapper， 语速会很快，你可以先问他，一会儿我给你快嘴。语速很快，反应很慢。完了，然后我们2个语言有问题的。Sorry，can you speak Thai？所以这个需要考核，他们要到底问什么问题，这个很重要。你在时间很少的情况下，来，每一队先选1位代表。这你把眼镜布，你先出。眼镜比较擅长心脑血管这方面。开始紧张了，怎么办？速度写一下吗？写上了。又是我俩。王玉，你先问，我先问。你先问吧。我先问。好，那就女生优先。3分钟吗？好。计时，开始。我想问4位患者，你们有没有出汗的情况？有。什么汗？什么时候？随时。好。我脸上的汗少，我身体会比较多，我只要是动起来。好，您运动出汗。运动平常呢？平常不怎么出汗。运动或者在热的地方。好的，除了 Freezy 我知道他是就是腰椎紧张，但是剩下3位，请给我一个主诉，就是您现在最想就是什么问题最困扰您？身体的问题。我只要是工作时间长了，我的这个脊椎，我的后这个肩胛骨这一块位置，我这一块会特别容易疲劳。就是肩胛骨这个后面到这个脖子这个连着的地方，而且我需要找那种强的角落顶它，我就会稍微舒服一点。好，明白。湿气，你有什么具体的症状吗？就是如果跳完舞，衣服虽然换掉了干的，但是就感觉湿气进去了。我听说我脾胃不好。你听说你脾胃不好？就我去过中医会所，然后中医诊所。诊所，对，然后那个大师不是大师，那个医生说我脾胃不好，容易上火，就是火性比较旺，然后还是有个比较湿气比较重的。好，然后我接下来问一下所有的患者，就是有没有出现手脚发麻的症状？没有。我10年前有长一段时间，我的大拇指的脚我是没有感觉，差不多1年的时间，我蛮害怕的，然后就是后来就好了，我不知道为什么。您？我还有1分钟，我没有。我前一段时间大拇指这里有麻一点点，但现在好了很多。
好，然后下一个问题就是大家有没有头痛，哪里痛？没有，很小，没有，没有。好，然后就是有没有出现头晕、眼花跟耳鸣的情况？头晕有的时候会有，好，没有，我偶尔会这边耳鸣，偶尔没有。好，还有30秒。来，舌头看一下，身子。好，您。好，我结束了。 2分41秒。好，谢谢。哇，时间都不用，哇，可以，厉害。好，到我。来，计时开始。我想第一个问一下 Fizzy， 您的那个记忆力下降有吗？从小就记忆力不好。您跟我念3个：貔貅、过期、肃穆。貔貅、过期、肃穆。100减7等于多少？93。再减7。86。再减7。79。刚刚我念的那3个是啥？好。啊。然后我想问一下大家，就是您的情绪怎么样？平时容易生闷气还是容易郁闷？容易焦虑。还是容易生闷气，还是容易发火？好喜欢啊！我其实蛮淡定的啊，淡定的。好，对，我也是。好，但是我性格急，性子急。对。哦，我也是。我也急，但是就比较开心的。开心急。现在王玉最急。平时您有试烟酒习惯吗？前面戒烟戒了很长时间，但最近啊，是因为焦虑的问题。对，是的，是的。然后您呢？酒很小，烟有。然后没有，烟酒没有，都没有。好，你有头晕的情况吗？除了饿的时候，平时不太会。饿的时候会头晕，然后您呢？我饿也不晕。你挺厉害你。还有1分钟。然后口干口苦有吗？口苦没有，口干经常会。经常口干。还有您睡眠是不容易入睡，容易醒吗？我是这样，就是可能第1天睡得好，第2天就不会好，然后第3天会好，隔着。这样睡眠比较浅，会做梦。我入睡很困难，但是睡了就像死了一样，然后梦就基本上很小。我是入睡很容易，睡得很沉。如果梦发生了具体的事情，一定会记得。啊，您有就是睡不醒的感觉吗？没有。然后您起来有就是乏力？没有。不舒服？没有。入睡困难，睡眠不好，但醒来了不疲惫。没有疲惫感。26岁。然后我看一下。铁人嘛。然后我看一下舌头。好。差不多。什么叫哦？怎么看你怕冷吗？不有一点点怕冷。好，时间到。 OK， 好。我现在再补充一下，我手脚比较容易发凉。Sorry。我们认真来看病。我真的想知道这个脾胃虚是什么个东西。那么接下来要请2位刚刚问诊的学徒给到一个初步的判断，整理一下信息，然后进行2分钟的一个大概的阐述。肝肾阴虚。他只是血压比较低，然后我感觉他们6位很紧张。小考这件事情还是看别人小考比较好。我们是那个音乐组和舞台组。我叫阿 Ken， 我是伟伦。好，最后10秒讨了啊，10咚9在8咚7咚6咚5咚咚4咚咚3咚咚2咚咚1咚停。好，停止讨论。好，这不是我之前干的事情。对的。好。来吧，严静，你整理好了就可以进行一个简单的一个阐述。好，我问大家的问题其实都跟我们中医去判断一个心脑血管包括中风的问题有关，然后大家其实情况都还不错。我看了舌象，其实时间比较紧，所以我只看了一个点，就是大家舌头伸出来有没有歪。因为如果有中风先到的人，大家舌头伸出来，舌尖跟我们的人中它是不对齐的。正的。那个小九跟程炫哥，就是你们2个是性子比较急，然后性子比较急就是生气或者急躁的时候，我们的肝火会往上冲。比如说生完大气以后，我会头晕，就是会累。
然后就是急躁的时候血压会升高，就是要注意一下情绪。咱们可以着急的时候进行3次深呼吸，深呼吸吸气、呼气都要超过3秒钟，然后情绪就会降下来，会冷静。然后 Freezy 是唯一一个烟酒都有的。咱们抽烟这个情况，它是非常伤害我们的血管内皮的。我们血管可以舒张，但是它一旦变厚，就有东西在上面，它舒张的能力就会下降。所以抽烟的人比不抽烟的人更容易出现心脑血管的疾病。好，时间到。好，下一位。好。我想第一位汇报 Freezy 的，因为刚刚给他做了一个简短的皮球过期数目的小测试，然后他没有回答上来。您出现了记忆力下降的问题，是技巧出现，我们这些灵机记性啊都是属于脑的，而肾又通于脑，所以我觉得脑子好不好看肾就知道。再看您的舌头是比较红，然后再加上您容易口干。然后还有晕啊，我们肝肾阴虚以后，阴不能摄这个阳，所以您的那个睡眠比较浅，所以我判断您是一个比较肝肾阴虚的一个状态。然后下一位李承炫，然后您是因为性子比较急，但是您的测试呢还是比较好的。您为什么会入睡困难呢？是因为您可能有内热，阴虚内热，所以入睡困难。倒计时1分钟。然后第3位博远哥呢，他就是主要是有湿重。他湿气重呢，所以说他的肩膀两边沉重，早上起来口干，那个阳气不能正常生发，然后气血不能上承，津液不能上承，所以出现了口干。然后梦少，你能记得清楚梦，也是一个脾虚湿重的一个表现，因为脾主意。然后下一位，然后我觉得看您的舌头就是比较暗的，然后比较淡的，是有阳虚，然后加上是怕冷，所以说你要注意补阳气，脾阳不能达于4末，所以你出现了可能有麻木这些问题，还有入睡困难，阳气虚了不能正常的敛入阴，所以睡眠比较浅。OK， 好，谢谢。难为各位了，辛苦，跟那个说贯口一样，我天哪，一个个。这个我想追问几个问题啊。首先李延静刚才问诊问到了汗的情况夜里出不出汗目的是什么？我想知道大家汗出的性质，因为夜里出汗跟白天出汗性质不一样，夜里出汗是阴虚，白天出汗是阳虚，然后再根据他们的体质，我去判断他可能有没有一个就是容易中风的情况。刚才王玉在问的时候问诊的一致性，你为什么问了他检测他的短暂记忆，其他人都没检测？因为刚刚做尺子测试的时候，他的那个数据是最大的，其他几位是比较正常的。但是他刚刚测第3次的时候，成绩明显提升。对，所以可以通过一些训练，比如说我们的枪打4鸟，这个就是您可以一个是枪，一个是4，然后这边换，对，4换。好，答的都不错。既然是比赛嘛，既然1对1嘛，我们应该有个结果。所以呢，第一轮脑血管风险测试还是王玉略微小胜一筹。我们对这种专病的预后的判断，一定要针对它常见的一些症状。应该对短暂记忆，应该对我们没出现短暂的肢体问题，针对性的进行问诊。王玉这个问得很好，所以呢，王玉获胜。好嘞，谢谢，谢谢老师，谢谢老师。但同时，其实也要请王院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脑梗有哪些前兆，大家一定要注意到的。我们出现一个短暂性的记忆频次发率比较高。我们要注意了，我们应该及时做一下脑 CT， 做一下核磁，看我们实质的大脑有没有蜕变，有没有沟回的增宽呢？短暂性脑出血，它往往会出现一侧肢体无力，想举不起来，但是你过了没有30秒、20秒，又恢复了，这是更可怕。如果这个频次出现很多，特别是我们按周来论，出现2、3次。及时到医院检查，甚至我们出现了头痛，我们不要以为头痛就是累了、疲劳了。如果你头痛有周期性，比如说早上起来头疼，它有一定规律性，
那老师，我就问一个问题，我老婆是如果她睡的多了，她就会头疼，这个是也需要去检查吗？偶尔没关系，可能生了气了，也许啊这个气血不通了，不通则痛了啊，有淤血了啊，睡的时间长以后，可能这个血运慢了，造成这种疼痛无所谓。如果经常性，建议检查。你比如高血压，有的时候感觉到头胀头晕，我们一测血压非常高，我们手底下没有药，这个怎么办？实际我们人体自身就带有小药丸，我们让它发挥作用，就能让血压掉下来。我们可以采取拿桥弓的方式，推桥弓的方式。首先一个是我们找着仪风穴，耳后面这个窝叫仪风穴，再找到缺盆锁骨大窝这个连线，拿指腹并拢啊，略微的一放松，从仪风到缺盆往下捋。我们略微侧一点脖子，一定要放松，轻轻的，不要拧得很紧。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定一侧一侧推，一般1到3分钟一侧。这个可以作为自我推拿，非常应急。那比如说刚刚其实王宇也提到了什么那个枪打4鸟，就还有哪些保养大脑的方法，平时大家能够自己练一练？我们手经常动，你比如说我们这2个手2、3的训练，2啊2、2、3、2、3的倒换，这个好难啊！这个是对你的脑细胞防止它衰亡的一个锻炼，动指就是动脑。弹钢琴的人，钢琴家很少有脑萎缩的。麻将，你看老年人为什么主张消遣麻将，防止他老年痴呆啊。再有一个方法呢，每天饭后1刻钟以后做腹部的婉转循环，让整个肠动起来，外在的给个动力，实际这样就脑肠互动嘛。抓紧时间记下来，好，关键还得坚持。对，这都是很好的方法。如果你也需要节目中的中医大拿看诊，可私信官方账号“初入职场中医记”或扫描2维码填写看诊资料。蹲现场10点半开抢半动感地带芒果卡，现场见！进入智能电视应用中心，打开芒果 TV 电视端，大屏4K 更清晰。那么接下来是我们肾病的自测。根据央视新闻，在今年的3月13号有个报道，我国慢性肾脏病患者呢总数已经超过了1亿。更值得警惕的是，由于早期症状隐秘且容易被忽略，往往是等到出现了严重的症状之后才去医院就医。事实上，在肾脏功能逐渐下降的过程当中，身体往往早就发出过一些微弱的求救信号，比如说经常感到莫名的疲劳、记忆力下降或者夜尿频繁。也不一定要归咎于说是累了，或者是年龄的增长，也可能是肾脏在发动警报。但这个还是要请老师为我们解释一下。这个实际肾对我们人体太重要了啊！我们一提到肾啊，不要以为就是西医单纯的那个肾，肾对于我们来讲啊，先天之本呐，体质的好坏跟肾长江啊足不足有关。实际刚才一个同学讲的非常好啊，肾不好脑不好。王玉刚刚讲的，脑子好不好看肾就知道。为什么？肾主骨肠髓，骨肠髓，髓海就是我们的脑。人的整个生命过程也是肾气由初始，我们叫为小阳，逐渐壮阳，逐渐息阳，这是生命过程。听着有点悲惨啊，实际就是我们一讲肾虚，不要以为就是生殖有关啊，跟我们性生活有关，不是的。它是我们整体的这个生命力旺盛不旺盛、精力旺盛不旺盛有直接的关系。所以说，对于肾，我们一定要保养好。人的早衰，实际是源于肾衰。我出可以，着急。这种情况会给我一种危机感，选择换我自己先上，就是不争马桶争口气。我想去。好。然后肾我也是比较有肾酸率的，我比较熟悉，要不啊这个我来。我们将会从3个维度全面评估您的肾健康。好，首先肾丝2阴主2便，你们大便正常吗？
我的话量基本上是每天1次，就早上，但是它可能形状不一定每次都会那么就是坚固。有些别紧张，就有些不成型，有的时候。我差不多2、3天，有的时候4天1次。像大便的形状是取决于我吃的什么，基本上很少会那种拉稀，除非我突然吃了火锅太多，第2天会弄，但是很快就会适应。你先说嘛。我先说，我的大便1天1次，然后形状的话不固定，也是取决于我吃了什么。如果吃辣，它会变得稀一点；如果不吃的非常干净的时候，它形状就很具体。OK， 我的大便是。成型的，沉在水底的，偶尔会粘马桶。好羡慕你们成型的。我听他说沉到水底，我感觉好羡慕，就是有咚，有那个音效的。对，它是咚咚咚。听说如果是成一整条，越长越好。那个时候我觉得是最爽的，就是不端掉，然后就是一长的那香蕉出来了就好，第2个问题，尿液的颜色还正常吗？咱不能空口说啊，准备了一些道具。还有粉色，我们能小便出来粉色的吗？是病态的。这都是王哥昨天晚上。现在桌上有6杯不同颜色的水，来模拟尿液。请你挑选出1杯最接近您本人早上起来那一次的状态的。哦，早上起来的尿是吧？这2个有差别。我是这2个的中间。这2个，那通常情况是在？一般应该是这个，绝大部分是这个。那你拿这个。我是这个。有没有这个？我差不多。一起分享这杯吧。我可能是这个。好。OK。偏黄。问头一天晚上疾病中之后会不会喝水？它如果喝的水多的话，颜色也会有变化。那么，第2个维度，从中医原理来看呢，肾气更是人体生命活动的原动力所在，它滋养骨骼，支撑腰膝，维持整体的平衡与力量。所以，第2个维度，我们将做一个身体的动态协调能力的测试，来观察肾的状态。双腿交叉。不借助外力任何支撑，缓缓下蹲坐下。我蹲不下去。你真的坐下之后，如果不借助外力其他支撑点，就无法完成坐下和起身的动作，或起身过程中动作不稳，则是肾气不足的表现。赌上尊严之赞。真的，这很简单吧？来坐下。可以脱鞋吗？可以，脱鞋更不容易起来。你那厚了那个。对，你几个意思？这样，然后蹲下，坐，然后在这个原地起。尿！你小心，你小心。不能穿太厚底的鞋。我可以这样吗？哇！这个我可以。他这样是可以的，是吧？这样不算，不行，这样不算。这样不算，算帅，但不算行。要直接起来。来，走你。哇，好稳，好稳，好稳。这个问题不大。可以，这个问题不大，我。哦，哇！你可以了，你脚的哇，可以。你小心扭到脚。他在炫占星。可以，没有问题。里程炫技。哦，可以一点点。不行，不行，差一点，不稳。它也差一点点。那接下来第3个维度，让我们聚焦于足底经络反射状态。人的双脚被称为人体的第2心脏嘛，所以接下来我们将通过按摩肾反射区，直接与肾对话。按摩肾，来方便。哇哦！哇哦！
哪里不痛点哪里。如果这里感到异常的酸胀，不，你这个不能说出来，是吧？你就是说直接按反射区，好，是吧？你否则他们一说都知道的，有的是他不会说出真实的情况。我会说实话的，我真的是想要知道。这个因为男生最怕说肾虚，向他们的反射区发起猛攻。这有一点点疼，有一点点疼啊。放松放松，有什么感觉？没有，是有一种，我分不清胀和那个的那些是什么，是能有感觉，但是不到疼的程度，还好，跟刚那感觉一样的。这边有更多的感觉，他还好，他还好，什么感觉？没感觉，没感觉啊，正常的。他完全没感觉，是不是因为太虚了，喘不上去，就是对吧？全没感觉哈，全捐了，全捐了，没有了，现在里头没有肾，空的啊，空空如也。咋了？你要不要试一下？有斜掉色，我斜掉色也。好，检查完了，谢谢老师。通过3个维度的检测已经结束了啊，相信大家也一定从刚才的这个几个维度里看出他们身体传递出的讯号了。同样，我们还是每队出1位代表，每位代表3分钟的时间。阿姨他们先开始。那我主要想问一下，这个尿液，就是刚刚你们3位都是淡黄色，尿量怎么样？大概是取决于喝的水的量，对。那你们觉得你们尿有没有什么气，有味道？味特殊的道，没有，有味道但不冲鼻子，但可能会有些气泡。啊，有气泡。那气泡的话，会很快会散掉，还是会一直？没观察过。啊，没观察过。那会不会有尿频、尿急、尿痛？对，尿频。没有。那你们就是上完这个厕所有没有尿不尽的感觉？尿不尽是什么？一直在那里滴，一直在那里滴。还有这种？有的，没有。那你们早上会不会有就是眼睛或者是脚会肿的这种情况？眼睛肿，早上起来眼睛肿，我有。啊，会肿。我的上眼皮。啊，你会不会有前天晚上又喝水的原因？有喝水，也有可能偷吃宵夜，也会。啊，我整个脸都肿。可以，那再问一下你们有家族史，比如关于肾病的，比如有没有什么肾结石或狼疮这种病史？没有，都没有。想问一下，你们头发有什么问题吗？非常茂盛，正常。因为我的家是一直有这个男性脱发的这个问题，我爸爸、我爷爷、我爸爸的兄弟们都有。但是你现在表现出来非常好，是 OK 的，对。我是中缝有白发。哎呦，是有点白啊。这一缕大概最开始从2022年上半年出现的。还有30秒。我看一下你们的指甲。那这个手。可以，我看一下吗？可以，可以了。时间到，下一位，计时开始。我想问一下，咱们平时有没有口渴？就是感觉经常容易口渴，比别人更容易口渴。有，我有一点儿。我经常不爱喝水。我也是。就一天饮水量大概是多少？我基本上平均一天2升。我差不多8杯这个。可以。我在250毫升以内，就那个半瓶以内。一天250毫升。一天就喝不完1瓶水。然后那平时有没有觉得自己更容易饿？会有的时候突然一下子饿，会馋。平时的话，这个尿的感觉是感觉里面是有热气的，还是说没有什么温度？肯定是热的吧？有热气，正常的。好的，咱们需要坐在这个椅子上一下。然后在做的时候，我顺便问一下，平时皮肤如果要是破了的话，容易愈合吗？就很容易，像这个针孔就已经没了。没有年轻的时候那么好愈合，但是还可以。好。这块会疼吗？还可以。现在没有，不会。有疼吗？没有。疼吗？没有。不疼。好。好痒，好痒。
这块会疼吗？不疼。有感觉吗？有，就被吹的感觉，不痛，不痛。你痛不痛？明明吹了你没感觉，但不痛，没有，不是没有感觉。还想问一下，平时的话会觉得就是记忆力有下降吗？记忆力从小就不是很好。那你还学数学啊？对，真的很了解你。还有1分钟。平时会觉得经常会觉得很疲惫吗？就是压力大的时候经常会。我最近是有疲惫感。我会。我最近还好，我还好。我一旦不工作，我绝对一动也不想动，你会觉得累。好，我再看一下舌头，放松往外吐，放松往外吐，嘴稍微张大一点。好。好，时间结束，我们就来进行一个阐述，每一对2分钟的一个阐述的时间。阿姨先开始。首先，我们 Fizi 的话，它是尿就是比较偏黄，根据之前的就是有一些阴虚内热的情况，有考虑一些热症引起的热嘛，然后它会灼烧津液，它就会浓缩，所以你的尿会比较偏黄偏深一点。然后李承铉的话，有比如家族性脱发，就会考虑一些虚性的，就是肝肾阴虚往这方面可能会有这个倾向。博远的话，刚刚不说也有白发吗？是从根的白，所以我们说肾气，先天肾气，还有你的平衡，刚是比较协调也比较差的。然后我们就觉得又肾主骨，气不能就是荣养这个精嘛，所以觉得你就肾气虚，可能是这方面。然后高清晨的话，克的胆固醇也偏高，这种血脂高。然后我们小就感觉你后面会有脱发倾向，也可以提前干预一下。脱发，补一些补肾填精养发的一些，比如黑芝麻呀、枸杞啊，可能会有这个倾向。汇报完毕。时间到，来，乐怡。老师好。首先 Fizi 它的那个尿液的颜色跟其他3个人是不一样的，但我并不认为这是一个非常病理性的事情，因为本来晨尿它经过1天之后，它就会有一定的浓缩，它颜色偏深一点也是正常的。然后此外就是有的时候可能，比如说前一天晚上吃的上火了或者什么的，我上来的诊断思路想说一下，就是我先问了一下口渴、易饿、尿多，这其实对应的是上中下3焦，然后这个其实也是对应着我们水液相排的这个设计的这个脏腑，就是肺、脾、肾，然后3焦呢是我们水道流行的一个通路。然后包括我刚才在触诊的时候，我其实也是进行了一个消渴穴的一个按压，叩击了一下我们的这个肋脊角，来排除一下肾有这个就是炎症性疾病或者是肾结石的这种器质性问题。各位都是没有这个相应的情况的。然后在头发这个方面，只有博远出现了这个白发情况，而且这个白发主要集中在的是我们神庭的位置，它其实也是我们督脉的一个位置。那督脉呢，就是它是我们阳气所汇聚的一个地方，所以看出来我们的阳气其实还是相对弱一点的。然后再结合我们整个的体型，都是相对比较瘦弱一点的。在刚才这个坐下起立的这个测试当中，我们主要是站起来的时候会稍微有一点下肢会有一点点，就是力量会稍微有一点不足。此外呢，就是小九在下来的时候，膝盖是会有抖动的，这个都是提示我们下肢力量不足一点，博远会比较严重一点。大致就是这样。时间到，谢谢老师，谢谢各位。谢谢。下面我做一下提问。乐怡，你刚才提到了一直在问诊的过程中啊，问嘉宾口渴不渴？我想问问口渴不渴跟肾有关的一些疾病有什么关联性？糖尿病就是多归属于我们这个肾病的范围里面，然后就是像糖尿病的患者，他会出现就是3多1少的这个症状，然后这个口渴就是其中的一个，就是饮水会变多，然后此外就是肾主水，就是我们津液的整体的感觉其实都跟肾密切相关。下面我做一下提问啊，我们刚才嘉宾们都对自己的每天的小便的颜色进行了描述。我们先说第一个样本啊，小便尿的颜色是这样，能说明什么问题？我现在说的一个前提都是在正常饮水的范畴之内。哦，寒症，阳气不足，不能化水液。答得非常正确，小便清长，清，证明它的气化作用不好，阳气不足，小便一定这样。特别是饮水少了，仍然这个颜色，说明这个人阳虚啊，阳虚的很厉害了，是完全一种病态。
第二个样本，那个宋阳回答。我觉得第二杯挺正常的，只是说有这个气泡的话，或者是有一些蛋白的沉淀的话，它可能会提示一些。它是一个正常的，这是样本，异常样本没做好。是样本的问题，是我的问题。你看，连你这个标本做坏了，他都能解答出来，真细心。那我自罚1杯吧。所以气泡代表什么意思？我们小便的时候，早上起来晨尿，特别是晨尿，它有一层泡沫是正常的，但是它必须在2分钟之内消失。2分钟再去看，如果泡沫仍然没消失，我们应该到医院赶紧验肾功。好，你来回答第3杯。第3杯其实颜色偏黄，所以一般考虑体内有热，然后比如说像什么心火呀，就会出现小便黄的症状。湿热也会湿热下注，也会引起小便黄，比如说肝胆湿热是最常见的。哦，这个第4杯你来回答。有沉淀，然后是有一种那种血样的沉淀的，这有可能会提示他有一些膀胱的一些炎症，或者说膀胱里面有一些出血，导致他这个尿液当中会有一些血细胞的这种沉淀。比较严重的话，就是考虑他的有没有占位的问题，就是因为当有占位的时候，也有可能会出现一些出血的问题。然后包括它上面会有一些泡沫，所以可能会考虑它有一些就是高蛋白渗出的一些问题，就比如说糖尿病肾病，然后以及它有一个高血压肾病。我们从西医的这个考虑非常好，非常全面。我们从中医从定性上来讲，它应该是什么？就是热破血行，然后那个湿热下注。这一杯，袁静来回答。老师，因为它的颜色比较深，然后就是我可能第一个考虑的是尿血，然后但是中医里面还有一个叫淋症，它也会出现尿血的症状。辨别尿血跟淋症，就是小便的时候会不会痛？淋症是痛，尿血是不痛。这个王玉，你来回答。粉色。这个就是它比较浑浊，然后还有一点粉红色。一般的话呢，就是比如说有泌尿道的一些感染，或者是肾结石，它卡在输尿管上，然后突然有一些血丝儿出来，或者是就是我们前列腺炎，然后它有炎症渗出，然后导致的这样的肉眼的一些血尿，应该就是小肠泌清别浊，大小肠它是泌清别浊的这个功能失调了，下焦湿热，导致这个热破血行，热灼伤血络，然后导致这个血液肉眼这个浑浊的血尿。这个如果我们中医诊断它是什么病名呢？应该叫淋症，确切，就是横纹肌溶解。因为我有就是亲戚，他有过这样的情况，平常不运动，突然一经剧烈的运动，导致你的肌肉的那些血红蛋白漏到你的血液里面，然后通过你的肾代谢出来。好喜欢这种环境啊，喜欢听聪明的，在吸收知识，好喜欢。好，答的都不错啊，答的都非常不错啊。那在本轮中，王老师觉得2个小组他们各自表现得如何？第2轮汇报，我们的这个乐怡在整体的对问题的回答方面呢，我感觉赵乐怡还是胜阿姨一筹的。我觉得赵乐怡同学啊，她的知识面很广啊，而且呢，她的综合能力很强，她能在问诊中了解到的信息里发散更多的知识，并且给出相应的解决方案，整个诊断过程中也更加细心。就是我会有点心里就是觉得对不起他们，还是很紧张的，我一直在抠手。我们3个的药材是最少的，另外一组3位同学的药材是最多的。如果我们干不掉的话，就是我们的排名差距会更大。所以我们3个都是非常的紧张、焦虑和非常急迫的就全程下来。先跟老师讲一下，就是什么样的人才是真正需要补肾的，以及有怎样科学正确的补肾的方法。实际谈到补肾啊，我们不要以为，哎呀，这个房事不行了需要补肾，那不叫补肾，那叫壮阳。肾啊，可以讲啊，是我们出生以后啊生长发育的基石，在平时生活之中，比如说我们运动啊要科学啊，大的原则上来讲，使自己啊，一个是不打汗淋漓，一个是不产生疲劳。同时，我们做一些运动都有利于肾，甚至我们在饮食上要用一些轻补的东西。轻补啊，不要重补啊，没有必要重补。现在好多人都讽刺男人这个茶杯泡枸杞哈，实
实际枸杞有很好的清补作用，对于肾。枸杞，好，偶尔来点枸杞。好的。还有关键一点，不要以为吃就是补肾，适当的运动就是补肾，起居很重要。起居有常。起居就是你休息规律。哦，作息。还有我们的情绪，实际我们真正养生防病，第一关键是什么？情绪，情志平缓。好的，刚刚其实讲述的是你怎么来进行肾经的这样的一个保养。我们后续其实也会在节目当中会给大家提供很多这样的一个小方子，大家可以平时的时候多多去注意一下。来，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下一项。下一项呢，其实是对于各位的肩颈进行测试。大家感觉现在多多少少肩颈都会有一点小问题。这个我不好，我颈椎感觉不好，我活动受限，我的手。低头看手机，长时间保持同一个姿势，空调可能有的时候正对着你的肩颈在吹，这些行为都有可能导致肩颈问题的出现。而且之前有一个新闻报道，一名19岁大学生在打暑假工时间连续的低头洗碗，下班后又不停的刷手机，结果突发了高位截瘫。所以关注肩颈健康也是在关注自己的健康寿命。这个实际肩颈啊，我们首先要望诊。对于颈椎的检查，我们先看它肌肉的形态，它有没有肌萎缩，这是关键，那不是摸能看到的。触诊是看它有没有压痛，没产生一个不容则痛，血瘀则痛，血虚对啊。再有我们就查它的活动度，所以这个下一步我们是采取这种自己检测的形式，判断他们是否存在的颈椎病。这把你去，我想去。我更擅长那种外治的，就不是内科，又不是妇儿，但是各种我们的肢体经络，比如他的那种肩膀痛，所以我觉得我比较熟悉，要不这个要不要来？看他有没有体态的问题，或者是肩膀疼痛的问题。他老是这儿，他那个是这些检查。都俩人对我非常的厉害，他们真的帮我做了很多辅助工作。就是在这种氛围里，我好像比之前也会坚强了一点，我可以更从容的面对它，不那么害怕了。我就一点都不担心，安一的准备完全是按照我们临床的指南、我们的教科书，规规矩矩的把他所有他要去想到的点，他都会去考虑，任何一个维度他都不肯放过。有王玉的这种专和有阿一的广，那我觉得一定是一个很好的组合。而且我也希望阿一能够证明自己。对，我觉得你可以。可以。那我上。那你上。那你上。我上。行，这个还没有还行。因为我其实是针推专业的，然后我本科实习大部分都是在针对推拿科。像我们对于颈椎病和腰椎间盘这一块，其实是经常的治疗。我们开始聊就是大家各取所长嘛，所以我就问了之后就觉得可以，好，那就我去上。最起码我是奔着赢去的。我觉得在这个团队里不赢好像有点说不太过去。来，我们先是乐怡这组吗？是，好，我来。好，可以来。计时3分钟啊！计时开始。好，首先大家都站一下，站起来。好，我想的是先去好好站直立，看一个人直立是能看得出来他的体态以及他相对应的问题的。然后现在活动一下颈椎，向左、右，好，向前仰头。仰头。第二步，我选择进行一个简单的肩关节的活动度，先去排除谁真的有颈椎病，谁没有颈椎病。下面一个一个问，你有没有什么，比如说肩颈不舒服的表现？就是肩胛骨当中这块。肩胛骨这里，颈椎有不舒服吗？颈椎还行。好，那有平常吹空调的习惯吗？有。吹空调。好，那平常是什么睡姿？平躺侧睡。不确定，平躺侧睡都有可能。好。哥有那个颈椎的不适，或者是比如头痛啊，比如上肢麻、下肢麻这种感觉有，我这样抬头的时候，我感觉我脖子这后面卡着的，然后呢，这样斜着的和这样斜着的，我两侧都是有点蹬的。时间久了，我一天到下午这个地方就是会累，对，后背的那个中间脊椎的两侧那个整个翅膀到这一块，还是平常也会酸？一般时间长了，越来越不是酸，是累，是一种疲惫感，是怎么弄都不舒服。那你然后我是趴着睡，趴着睡。还有1分钟。好，
您有什么肩颈头晕啊、上肢麻木之类的感觉？麻木没有，也不晕，什么的感觉都没有。没有。然后肩膀也没有不舒服，没有。吹空调也没有。26度算还行。您比如老掰脖子，掰完了会觉得很舒服。我就是偶尔会，譬如说这样拿东西，这里腰椎会酸，然后这脸根儿会偶尔就是会很胀，然后就得把它就是解掉的那个，就这里宫崎血的那个大筋。OK， 还有10秒。问主诉加脊柱形态观察是我的第3步，因为一般颈椎病它就会出现头痛、头晕啊、健忘这些表现，再配合脊柱的观察，我基本可以确定他们是否存在某些问题。时间到。好嘞。好。太喜欢这个节目了。好，第2组。真牛逼！计时开始。好，我们也是先活动一下，一起来。刚你们那个低头，再重新做一下，看能不能碰到你们的这里前面。让它挨在一起是吧？对，能不能挨？我的话主要是动态测试为主，极限运动测试可以很好的看出他们的颈椎有哪些不适。好，下一个动作我们做一下这个动作。反手抓。对，反手2个手在背后抓在一起。对，我看一下，可以，另一边试一下呢。另一边。我手在哪儿啊？你好，手呢？然后你把手伸过来，然后翻，就旋内这样子。你们这里有没有紧张的感觉？没有。好，可以停下来，这样子转，有没有活动受限？看你们最大能看到的地方。有一些紧张的感觉。我也是这个右侧的这个脖子的右侧。这可以，你再往这边看。这边好，这边稍微好一点。对。好，行，那我先问一下啊，你们的是肩膀、脖子还是后背？是哪个点比较痛？肩胛骨当中上背。就这里是吗？对。你这是比较督慢，这里好。我拿它举例子，我就是这个地方和这个地方啊，我这里肩也有，这儿也有。这个到这里，然后到这个，我都是会难受的点，主要是这儿。可以。就是很想要躺着，我就脚那个墙顶一下它。好。对。我的姿势很不好，我就平时我就喜欢靠在这里，然后就是这样。我也是。我无法这样坐正，我一定是这样或者这样或者，对我就是。你的肌肉好。我觉得所有桌子对我来说都太矮，所以我都是会这样。我喜欢这么躺，我喜欢这么躺玩手机。我喜欢这么躺，我喜欢这么躺玩手机。很不好姿势。很不好，我知道，但是帅的。还有10秒。好，还有的话，你们会有头晕吗？放射性麻木有没有？没有是吧？受到凉的会不会痛加重？那你们平时是工作伏案吗？那你们自觉你们后面是比较软的还是比较硬的？硬的。好，时间到。可以了，手腕。请坐。学员还是可以讲述一下自己刚刚的诊断逻辑。来，王涵。好。是这样，首先我测试了他们的颈部的一个关节灵活度，所以让他们向前、向右、向左、向右。那个炫哥刚才就是有一个手脚麻木的感觉，所以针对炫哥的颈椎我会着重的去看。然后因为我是有那个去摸大家的脊椎，这个是去顺大家是否有脊柱侧歪。那 Fizzy 的那个胸椎侧歪就非常的明显，包括我看到 Fizzy 它其实是有左高右低的肩部，然后炫哥也是有左高右低，博远是右高左低，但是小九就没有任何的异常。是好的吗？当然。然后包括像炫哥刚刚是那个趴着睡觉，那个其实非常不好的。包括你就是有这两边的肩颈的这个肌肉的僵硬，其实也要考虑，就是因为睡姿的异常导致的肌肉紧张度不对等，所以会出现。差不多就是这些。好，谢谢。接下来阿姨。老师，我这边就汇报一下我的思路，就是刚一开始让他们做一些动作，就是为了想知道他的。是哪条筋？我刚刚问是哪个点？你是肩膀还是关节还是头哪个地方？我是想问是哪条筋，背后也是这样，想确定是三焦还是大肠经。然后后来我问一些寒热，就是会吹风，我是想知道平时伏案还是怎么样，我是想知道他诱因是什么，他平时是一个什么样的习惯。我当时问他一些麻木，会不会一些麻木，就是也想确定有没有神经根型颈椎病这类，然后有没有头晕，也是一些椎动脉型。在望诊的时候观察到高清晨是一直在，就是录的时候一直在掰脖子。我们就是会讲骨想走元气，越掰越虚。
不建议你平时掰脖子。那我提问一下，因为我会感觉到里边它是卡着，就是感觉总有点东西在里边。不要你自己掰，你可以用中医有很多的掰法，让别人给你掰。对，找专业，就不要自己这样子越掰越。明白。那个007想要置于这个人死地，都是掰脖子，属于一劳永逸。实际掰脖子是有危害的。这个颈椎它是非常忌讳横向来掰，我们采取牵引的方式，纵向。我们用一个颈套，把这个颈椎来进行垂直的，你躺着也很舒服啊，把它拉开。它拉开的是椎间隙，所以掰没有用，一时舒服。越掰它越这个松弛了，倒容易出问题。不要掰了，最好的。这个我要亲自检查一下啊。好的，来，王源来了。哦。首先，对于颈椎病，我们看形态，那看什么？大小鱼际，颈一神经支配区，颈七神经支配区，大小鱼际，饱满不饱满，有没有形态变化？除此之外，只需要再做几个简单的实验。首先，一个臂松牵拉，往一侧拉它，麻不麻？这里有一点，够了，啊。后顶实验有症状吗？没感觉。没感觉。扭转实验，转，有症状吗？没感觉。没感觉。神经根型颈椎病，基本确定了，都不用拍片子。再来看它，牵拉实验，我不用说，它应该阳性。为什么？它刚才它旋转的时候它都麻，何况臂松牵拉实验呢？我们再看它的整个神经支配区，肌肉萎缩了，冈上肌、冈下肌和两个肩胛冈之间、肩胛骨之间平的，肌肉萎缩，气血根本到不了这里。来。你来旋转，它也是一样，尽管它像的比它看着肌肉丰满，它是平的。提颈实验有症状吗？没有啊，它是神经根型颈椎病。我们的神经从这个脊柱出来以后，它经过一个椎间孔支配我们两个上肢，它一挤压以后，我一牵拉了，它整个那个卡力更强了，挤压力更大了，你就会麻。放松啊，麻吗？有一点。它轻，我都给它力量很大，它才有一点。麻吗？还好。这里会有一丢点。一丢丢没问题。我们根据我们给它的轻重，就能判断它的病的轻重。通过这两个实验，一个是后顶实验，一个是臂松牵拉实验，就能判断它是这个神经根的颈椎病还是椎动脉的颈椎病。肯定他们椎动脉的颈椎病没有。如果有的话，那不可能来这了，啊，走不过来了啊。因为你要知道，我们中医治疗颈椎病是非常有优势的啊。这个我们检查很重要啊。谢谢老师。好，谢谢老师。给我们在分析的时候，他一直在引导我们，他的思路就非常的清晰。就是我发现中医其实没有那么复杂，就是你要抓住它最核心，其实就这个病机。才会有一系列的问题。我也是学到他有这个思路，我真的觉得他是非常的厉害。等一下，我们可以有这种帮我们调理的这个环节吗？下午。哇哦！来都来了，肯定有啊。对，那个是主要的。那比如说这种肩颈的问题，还有哪些您觉得平时可以做的锻炼的方法，能够教给观众朋友？我有一套有效的方法，确实有效。啊，我女儿那是高考的时候，只是很长时间，20年前，她就颈椎病。我这套方法督促她练，她现在非常好，很简单，人都会做，啊。她做的时候呢，实际就是颈部的一个极限运动。前屈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让什么下颌尽量接触到胸骨柄，一点接触到胸骨柄，或者到了极限，停留20秒，再从我的极限。回到中立位20秒，但是你接触不到，不要强行做，有颈椎病会发作。后身我们争取做到90度，让鼻唇沟和地面平行。左右侧屈，一侧中立位，逐渐
让这个耳朵尽量接触到肩，停留20秒，左右侧旋。这个找到极限是你的眼睛能看到这个肩头，看到肩头停留20秒，然后再回来20秒。但是一定要注意，慢是它的一个核心要素。你说6分钟难吗？如果你一天做3遍，总不会有颈椎病。你有颈椎病的，你会逐渐缓解。你别看它简单真的好简单这个，而且它这个对整个的血运也非常好。但是为什么强调慢？我们所有的肌肉、肌纤维，像不像无数个橡皮筋捆绑在一起？你急速把它拉长，急速回去会怎么样？缩短寿命，卷一块儿。啊，对，所以要慢慢的。是不是肌纤维痉挛？对，有条索状。我轻轻的把这橡皮筋它挛缩了，我轻轻慢慢打开，我再慢慢回去，它不就常态了吗？充分拉开，充分慢慢再回去，很好的方法，大家可以尝试做到极限。好，谢谢老师。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上午大家进行的一个自测环节的一些小的检查。要先请王老师来讲述一下，在今天上午您观察到的2个小组最后一轮肩颈测试，阿一和王涵谁的表现更胜一筹？现在我来公布第3轮的考核成绩。这个在第3轮过程中呢，我们的这个王涵和阿一都能够在他的这个细节当中看出问题。但是对问诊的逻辑阐述方面呢，我感觉还是这个晨光亲吻百草双背包载满青涩的向往，指尖也动古房里的迷藏，推开门是未知的土壤，迈向诉说生命的回响，压箱萦绕初心的形状，跌跌撞撞也学着去担当，每一步都写下新篇章。汗水浇灌稚嫩的梦想，古老智慧在指尖发烫，不问路障，只问心之所向。青春远志也走当归。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微博搜索节目官方话题“初入职场中医季”，解锁更多朝养生活秘籍。上微博带话题“初入职场中医季”发博讨论，共同见证中医新生代的力量。上百度 App 搜索话题“初入职场中医季”，一起参与话题讨论。特别合作映客直播。